这几天，全球金融圈最疯狂的消息，莫过于美国总统川普突然投下了一枚震惊世界的关税核弹。就在几天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刚裁定川普之前的关税政策违宪。原本大家以为市场能喘口气，没想到川普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直接祭出突袭式报复，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全球进口商品征收10%的紧急关税。而且不到24小时，他竟然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加码，直接把税率拔高到法规上限的15%。这15%的关税是什么概念？这不仅是自1993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增税行动，更是一场无差别的全球贸易阻击战。消息一出，美股期指瞬间跳水，比特币一度跌破65000美元大关，而金价却因为避险情绪疯狂飙升。川普这次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既然法院不让我针对特定对象，那我就对全世界一视同仁的收这笔保护费。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15%的税最后都会转嫁到物价上，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通膨风暴。在这种全球皆输的恐慌情绪下，大家原本预期美元会强势到底，但没想到资金竟然找到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出口澳币。为什么在美国突袭全球的时候，偏偏是澳洲这块南半球的土地成了避风港？今天的内容，我不跟你扯那些让人想睡觉的专业经济学名词，我就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把我这几天亲身经历看到的真实资金流向，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在这场全球大震荡里，其实藏着一个极度反常，但也极度诱人的赚钱机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哀嚎，澳币却像吃了大力丸一样，完全不理会地心引力，竟然在这种乱世里逆势暴涨？一定要把这段内容看到最后，因为在最后一段，我准备了一个超级实用的 bonus 送给大家。这是我自己私底下在用的避险与套利小撇步，能让你在这波乱局里不仅能护住钱包，还能悄悄反赚一笔。错过了，可能就是错过一次资产翻倍的绝佳跳板。说真的，这2天我的私讯简直快被塞爆了。前天半夜，我一个做跨境贸易的朋友老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不停的唉声叹气，说完了，美国这15%的税一砸下来，他的利润直接被吃光，这几年熬夜应酬换来的成果，好像一夜之间都要还给市场了。他问我现在全球市场乱成一锅粥，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太懂那种焦虑了，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每天加班熬夜赚来的血汗钱，只因为远在大洋彼岸的政客大笔一挥，就莫名其妙大幅缩水的无力感，在心理学上这叫损失厌恶。我们人对于失去金钱的痛苦远大于赚到钱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全球的投资人全都被这种极度的恐惧给笼罩住。我们把美国这次的突袭加税15%想象成什么呢？就像是你家楼下那间你最爱去，也是整条街最大的连锁超市，老板突然发飙宣布，从今天起所有进门买东西的人结账时都要硬生生多交15%的保护费。结果会怎样？第一，大家买东西变贵了，生活成本直线飙升，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全球通膨加剧。第二，大家不想被当韭菜割，开始疯狂把钱从这家超市抽走，到处寻找其他安全便宜的地方去避风头。这就是现在全球资金正在做的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逃亡。现在我就带你掀开澳洲手里那张连美国都害怕的王炸底牌。我有个认识好几年的老大哥，专门做原物料进出口贸易的，他这个人平时非常稳重，天大的事都能面不改色。但昨天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本来盯住电脑眉头深锁，突然之间他一拍大腿，眼睛放光的跟我说，这场加税风暴可能反而是他的翻身机会。他告诉我，美国这15%的关税大棒一挥下来，全球供应链立刻大地震，原本从某些特定国家进口的便宜货，现在加上这层重税，算下来根本没有利润，甚至还要赔钱。生意人是最现实的，大家为了生存，只能疯狂的在全球寻找替代货源。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更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大博弈。当世界级的大国之间互相竖起贸易壁垒，互相掐对方脖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的工厂还是得开工，几十亿人还是得吃饭，得用电，对不对？这时候全世界焦急的资金会把目光转向谁？答案就是那个家里有粮，地里有矿，而且在政治立场上相对稳定的澳洲。你可以把现在的全球市场想象成什么呢？就像2家势力最大的黑帮在大街头火拼，互相砸对方的场子，搞得整条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结果呢，旁边那个默默卖金创药、卖砖头、卖便当的供应商，生意反而好到爆掉，因为不管最后谁打赢了，
大家都需要资源来疗伤，需要材料来重建。澳洲就是那个在大乱斗里卖水、卖便当的人。澳洲是出了名的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你可能不知道，就在我们说话的这几天，澳洲的铁矿砂、煤炭、天然气出口简直忙疯了，甚至连黄金出口额都创下了新高。当美国加税引发全球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预期，大家都在担心手里的钱会变薄的时候，资金是最聪明也最胆小的，他们会疯狂涌入那些实实在在的硬资产。只要全球对原物料的需求还在，只要通膨的恐慌还在蔓延，澳洲的出口就会赚得盆满钵满，而澳币的背后就是这些闪闪发光的矿产和资源在撑腰。所以当别人的货币因为经济衰退在贬值，澳币却因为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上涨，硬生生的被全球买盘给抬了上去。看到这里，你心里是不是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本那种看住账户缩水，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恐惧感，是不是慢慢变成了一种原来如此的底气？心理学上有个说法，人类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未知。当你看懂了这场政治与经济大戏背后的底层逻辑，你就不会再被市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既然你看懂了澳洲这张卖水人的底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身为普通人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在这场动荡里抓住实实在在的赚钱机会？未来这几个月，这盘棋到底会怎么下？这几天我自己也在不断调整资产配置。说实话，看住荧幕上的数字跳动，我也会手抖。那种对未知的恐惧是人的本能，但我常跟身边的人说，投资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化，我们要学会跳出情绪的漩涡，当个冷酷的趋势猎人。我们先来看看澳币到底还能涨多久，这绝对不是我随口乱猜。就在2026年2月初，澳洲央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宣布将利率上调至 3.85%。这一动作在全世界都在讨论降息，甚至已经开始降息竞赛的背景下，简直就是个异类。为什么澳洲敢逆势加息？因为澳洲国内的就业市场强到不可思议，失业率竟然意外掉到了 4.1% 左右，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在疯狂消费，通膨就像粘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样甩不掉。当全球资金看到澳洲利率还在往上冲，而美国那边却因为经济疲软准备降息时，这中间产生的利差会让全球的聪明钱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不顾一切的涌向澳洲。现在各大行像高盛、华侨银行都已经把目标价看到0.71甚至0.73，这代表什么？代表如果你现在还在傻傻的抱着不断贬值的货币，你就是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购买力被稀释。我身边有个朋友，前阵子刚把一笔闲置的港币换成了澳币做定存，结果现在不仅每个月领到 5% 以上的年化利息，汇率还涨了快 5%， 这种利息与汇差双赚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晚上睡觉都想笑。我也要给你一点具体的实战操作建议。首先是如果你手里有闲置资金，又不想要承担股市那种过山车一样的风险，澳币的高利率定存绝对是现在的避风港。别小看那几个点的利息，在这种乱世里，保本加稳定收益就是最高级的奢华。其次是关注那些与资源挂钩的资产，比如铁矿砂、金矿，甚至铜与锂。就像我前面说的，只要美国加税引发全球对原物料的争夺，澳洲这些地底下的宝藏就是最硬的货币。我还有个心理战术要教你，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记住，千万不要在澳币暴涨，新闻标题都在写澳币创3位数新高的时候去追高。投资人的天性是跟风，但真正的赢家懂得等待，这波走势一定会有技术性的回调。当你看到新闻开始说澳币涨多盘整，或者身边的人开始犹豫要不要下车的时候，那可能才是你分批进场的绝佳机会。我们必须意识到，这 15% 的关税只是前哨战，未来大国之间的博弈会让全球经济越来越碎片化。以前我们认为的安全区域正在消失，现在的避险定义已经变了，不再是盲目买入美债，而是要跟住那些拥有不可替代资源的国家走。谁手里有矿，谁在混乱中能保持中立且持续供货，谁就有话语权。这场加税突袭虽然让全球震荡，但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财富布局的契机。说实话，这几天我不仅在看汇率，我更在思考这场加税风暴背后的深层逻辑，因为这绝对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加税，而是一场关于全球秩序重组的深水炸弹。你可能会问，澳洲虽然有矿，但如果美国连盟友都不放过，澳洲真的能独善其身吗？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几天，澳洲政府已经释放出非常强硬的讯号，面对美国将关税从原本讨论的 10% 突然拔高到 15%，澳洲贸易部长已经公开表示这是不合理且不可接受的。
甚至暗示不排除采取报复性的对等措施。这听起来像是盟友反目，对不对？但换个角度想，这正是澳洲身价暴涨的证明，因为澳洲现在手里握着全世界最渴求的东西，除了我们之前说的能源和矿产，还有最新的 AI 浪潮下必备的战略资源。你想想看，现在全世界都在疯 AI， 那些超级数据中心、算力中心，哪一个不需要大量的铜、锂还有能源？而澳洲刚好就是这些资源的超级仓库。就算美国今天在贸易上对澳洲施压，它在科技和国防上也离不开澳洲的供应链。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反而让澳洲成了一个极具韧性的避风港。资金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虽然身处地缘政治夹缝，却拥有硬实力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我预测2026年下半年全球资金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转向，从过度挤拥的美国市场慢慢流向像澳洲这样具备实质资源支撑的市场。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跨周期机会。我身边有个做进出口生意的人，他最近就在感慨，以前大家觉得把资产全放在美元最安全，但现在发现当大国开始玩这种一刀切的关税游戏时，单一资产的风险真的太高了。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利润直接转成澳币，布局当地的房地产和资源基金，因为他看透了，在混乱的年代，最贵的不是那张钞票，而是钞票背后代表的资源和劳动力。所以我也想提醒你，不要只看眼前的账户红率，要看清未来3到5年的大势。当前的波动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地底下的板块移动才是决定你未来财富阶级的关键。我们要学会像那些百万级、千万级的投资者一样思考，在大家恐慌抛售的时候，冷静的去寻找那个最有护城河的资产。而澳币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逆势韧性，就是市场给我们最强烈的暗示，它在告诉你，资金已经选好了它的避风港。如果你能跟上这股大象转身的节奏，哪怕只是分到一点点红利，也足够让你在这场全球震荡中，不仅保住财富，还能实现阶级的跃迁。接下来的内容非常关键，是我之前故意留到最后才说的压箱宝，因为它关系到这波行情能不能从短线反弹变成长线翻倍。很多人以为澳币走强纯粹是因为美国加税，澳洲有矿，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最致命也最关键的隐形变量，那就是澳洲正在悄悄的去中国化，转身拥抱全世界。这件事对投资人来说有多重要？听我给你分析一个你可能没想到的细节。过去几十年，澳币之所以被戏称为人民币的影子货币，是因为澳洲太依赖把矿石卖给中国了。但就在2026年刚开年，情况发生了巨变。澳洲政府宣布投入12亿澳币成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首批纳入的不是铁矿砂，而是 T 加这些制造高科技晶片、战斗机，甚至是 AI 伺服器必备的稀有金属。这意味着澳洲正在从一个单纯的采矿场，转型成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保险柜。当美国对全球加税，大家都在担心贸易战会毁掉需求时，澳洲却因为握有这些全球高科技业、国防产业不得不买的稀有资源，拿到了免死金牌。你看，连美国在加税清单上对澳洲都网开一面，只征收 10%， 比别国的 15%甚至更多低得多，就是因为美国也怕澳洲断了它的晶片材料供应。更夸张的是，澳洲现在不止卖矿，它还在玩能源出口 2.0。 从2026年起，澳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绿色能源转型，甚至向民众提供免费太阳能。这背后代表澳洲未来出口的将不再只是脏兮兮的煤炭，而是前进的绿色氢能和绿色钢铁。这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代表澳币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正在从一个跟住大宗商品随波逐流的货币，变成一个跟住全球高科技发展、绿能转型硬挂钩的战略货币。我身边有一个做长线基金的朋友，他最近跟我透露，他们内部已经把澳币的配置权重调到了5年来的最高点。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以前买澳币是赌中国的房地产好不好，现在买澳币是赌人类的科技进步快不快。所以当你看到澳币汇率波动时，千万别只盯着那几个点的涨跌，你要看的是澳洲手里的 T 加稀土正成为这个乱世里最珍贵的硬通货。如果你现在还在用老掉牙的思维去看澳洲，你可能会错过这辈子最稳的一次资产转型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看懂了这层战略转型的人，才敢在别人恐慌时大胆加码，因为你赚的不是差价，而是全球产业链重组的红利。听完前面那几段关于底牌和趋势的分析，你现在脑子里一定在想，既然大势已定，那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战清单，能让我明天一睁眼就知道该做什么？
这就是我最后要跟你交心的实战指南。我常跟身边的人说，在这个充满变数的2026年，财富不是靠拼命加班赚来的，而是靠你在关键时刻做对了几次选择。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澳洲央行刚刚在2月将利率推上了 3.85%， 而且市场都在传5月可能还会再加一次，这代表澳币的强势期才刚刚开始。我给你整理了3个最直接的赚钱路径。第一，如果你追求稳健，现在就把你手头上一部分即将贬值的货币换成澳币去存那个接近 4% 甚至更高的定存，这在以前可能觉得少，但在全球股市乱震的当下，这是最香的保命钱。第二，如果你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去盯紧那些澳洲顶级的资源型股票或相关基金，只要美国关税带动的通膨压力不减，那些地底下的铁矿砂、锂合铜就是涨价的硬道理。第三，也是最进阶的，就是利用汇率的波动，当澳币对美元回调到 0.69 左右的时候，大胆分批进场，因为我们看的目标是 0.72 甚至更高，这中间的价差就是你给自己加薪的最好机会。说到这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点真心话，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突如其来的黑天鹅，很多人都觉得累了，想躺平了，但其实每一场风暴过后，都会有一批人实现财富自由，差别只在于你是在恐惧中退缩，还是在冷静中布局。我不希望你只是听完就算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份分析化作你的盔甲和利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金融世界里，为自己和家人打下一片天。感谢大家这么耐心的陪我看到最后，这是我答应送给大家的终极 bonus， 这是我私藏已久的一个观察指标，我管它叫金铁联动法。当你发现国际金价上涨的同时，澳洲铁矿砂的出口报价也连续3天走红，别犹豫，那是大资金正在疯狂布局澳洲的讯号。通常在这种讯号出现后的1周内，澳币都会有一波强劲的拉升，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你的入场发令枪。说了这么多大势与逻辑，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最想问的一定是，既然看好澳币和资源，那我具体该买哪几只股票，哪个定存方案最划算，到底什么价格进场才不会被套牢？说实话，这几天我已经熬夜帮大家整理出了一套2026澳币避险与翻倍实战方案。这份方案里不只有我刚才提到的那几只稀有金属龙头股，还有一份我私藏的全球银行澳币高息定存对比表。但我必须坦白说，这份方案里面的内容比较敏感，也涉及很多具体的选股逻辑，我不希望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随便公开，免得大家盲目跟风。所以我想跟你们玩个小游戏，如果这部影片的留言超过500条，或者大家在下面留言我想领取避险方案的人数够多，我就会感受到你们的诚意，我会在下一期影片中毫无保留的把这套实战方案直接公开分享给大家，这算是我对支持我的老粉丝们的一点回馈。在最后，我也要非常严肃的提醒每一位观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全部都是基于我个人的观察、亲身经历以及目前的市场数据分析，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地缘政治大震荡的年代，没有任何投资是保证赚钱的，大家在做任何决定之前，请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做好最理性的风险评估。记住，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追求的是长期的稳定成长，而不是赌博。好了，今天的钱货分享就到这里，你觉得在这波美国加税 15% 的风暴中，澳币真的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吗？还是你觉得有其他的货币更值得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也在焦虑的朋友。最重要的，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